在粗略地了解了有限单元法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有限元仿真实验。这是一个仿平行板电容器的仿真实验。两块金属板之间的距离从 x 等于 a 到 x 等于 b， 下极板的电势为 UA， 上极板 UB。 在两块极板的内部填充有密度为漏0的电荷。在一维近似下，也就是假定两块极板是无穷大的，两块极板之间的电势 Ux 应满足泊松方程。这是一个二阶线性非齐次常微分方程，这里没有采用国际单位制，而是一种静电系单位制。在这个单位制下，我们熟悉的那个4派1/0分之一等于1，故没有出现。两块极板上的电势UA UB， 这属于狄利克雷边界条件，也就是第一类边界条件。该编制问题的数学模型及其解析解、有限元数值解都被封装在这个可交互图形界面的底层。图形中的电荷密度漏0的默认值为4派分之一，边界电势的默认值为 UA 等于0 UB 等于1，也就是说两块极板之间的电势差为1伏。图中蓝色虚线代表着两块极板之间电势分布函数 Ux 的解析解，红色的点代表着有限元数值解，解析解都是连续的，数值解都是离散的。通过上方的滑动条控件，可以改变这些参数，并实时观测到 Ux 的变化。好，开始仿真实验。首先，在上下极板之间均匀的拾取节点，该过程俗称撒种子。节点种子数目越多，单元数目也越多，网格越密集，精确度越高。当我们把节点数目增加至5个时，在任何一个单元的内部，只需要采用线性差值，就可以与解析解的蓝色虚线相符了。接下来调节电荷密度，漏0可以在4派分之一到4派分之2之间进行调节，分母4派被省略了。这里存在一个特效，随着电荷密度的提高，上下极板之间区域的颜色由浅变深。计算结果表明，电荷密度升高后，电势曲线的非线性随之加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必要相应的增加节点的数目。最下面的两个滑动条用来调节极板之间的电势差。在电势差逐渐减小至0时，电势曲线被弯成了一条抛物线。此时将节点数目增加至最大。暂停一下，接下来由你来复演这个有限元仿真实验。你需要登录 Wolfram 示范项目这个网站。这是由 Stephen Wolfram 先生发起的一个示范项目，意图通过使用动态计算来阐明科学、技术、数学等等领域的概念，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依靠计算探索世界的乐趣。在此处输入关键字 FEM 检索，点击第一排第一个链接，开启页面。在该页面下包含了标题这个交互式的界面、相关的文字说明以及参考文献。
你可以将这个 CDF 文档下载到你的桌面。CDF 是由 Wolfram Research 公司推出的一款电子文档格式。CDF 标准是一个具有计算功能的知识容器。CDF 的核心是易于创作的交互性，让读者可以驾驭内容，实时生成结果。我们可以用免费的 Wolfram Play 来播放这个可计算文档。